真邪门！美国无人机一靠近中国就掉线，是技术太烂还是另有隐情？大家最近看新闻没有啊？这个老美啊，最近有点水逆，啥情况呢？就是他们那款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名字听着就吓人的 MQ9死神无人机，这最近啊好像中了邪一样，接二连三的往这海里栽。那要是光掉2架飞机，其实也不算是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毕竟机器嘛，哪有不坏的？但是这个事儿啊，它妙就妙在2点。第一，这个飞机掉的地方太讲究了。第二呢，这个飞机掉完之后，老美的反应那简直是太反常了。这一般来说吧，按照咱们对这个老美的了解，以往他们家东西坏了，那不管是这个飞机掉下来，还是这个船撞了，那哪怕是自己脚滑摔个跟头，这第一反应是啥？那必须是要找个背锅侠呀。哎呀，是中国干扰我了。哎呀，是俄罗斯瞪了我一眼。哎呀，是神秘的东方力量。总之啊，美军是完美的，美军是不可能犯错的。可是这回呢，这个剧情反转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这飞机刚掉下来啊，还没有等咱们网友开始吃瓜，猜是不是咱们出手了？美军那边甚至包括日本和韩国，那个反应速度叫我一个快，立马就跳出来澄清。没有，别瞎猜，绝对跟中国没有关系，是我们自己坏了，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是我们技术不行，大家散了吧。哎呦喂，您听听这个话呢，从老美嘴里说出来，是不是觉得这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就好比一个碰瓷儿惯犯啊，那突然有一天自己摔倒了，你刚想扶他赶紧爬起来说：“大哥，别误会，是我自己脚底滑，跟你没关系，您忙您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各位，那这种自己抢着背锅的态度啊，那是相当罕见。在聊事故之前呢，咱们得先盘盘这个 MQ9死神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别看现在啊摔得跟惨鸡似的，这个东西啊，在这个国际军火市场上那可是顶流啊。它是通用原子公司造的，那是美军现在的绝对主力。它不光是个侦察机啊，它是察打一体。啥意思呢？就是它脑袋上顶着高清摄像头，合成孔径雷达，能把你地上的车牌号都拍清楚啊！翅膀底下还能挂地狱火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看见你了也不用喊人，直接一发入魂，送你去见上帝。所以叫死神嘛。当年在这个中东啊，美军用这玩意儿搞定了不少大人物，甚至包括伊朗那个苏莱曼尼，据说啊也是这玩意儿同盟兄弟搞定的，那确实是风光过一阵子啊。正是因为名气大，这就成了美军收割盟友韭菜的利器。你看这个印度啊，那真是冤大头啊！为了买这个玩意儿，一架花了多少钱？1.3亿美元。这个美军自己才用3000万，卖给印度翻了4倍多呀！这还不是最黑的啊，卡塔尔那边更惨，2.5亿美元一架。这哪是买飞机啊？这是买了个纯金的祖宗供着呢。那美军这次把这么金贵的玩意儿派到哪儿了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大背景了。美军的2026第一岛链无人机监视计划，这名字吧听着挺唬人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军啊觉得现在的这个卫星啊、侦察机啊还不够用，他想在中国家门口，也就是东海、黄海这一线啊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他想全天候24小时不眨眼的盯着咱们。那咱家的军舰出港啦，咱家的飞机起飞了，甚至咱家的潜艇冒泡了，他都想知道啊。为此呢，他就拉着日本、韩国搞所谓的前哨部署。日本出基地，韩国出后勤，美国在后面呢拿着这个遥控手柄打游戏。这盘大棋啊下的是挺大，算盘珠子拨的是噼里啪啦响。但是吧，这个算盘打得好，不代表生意做得成啊。这不刚想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刚想亮亮肌肉，这就扑街了。而且这2次事故呢，时间点太巧了，正好赶在这个监视计划推进的关键期。这就好比你新店开业啊，鞭炮刚点着，把你自家招牌给炸飞了，这多尴尬了呀！咱们看看这2架飞机啊，到底是在哪儿摔的，怎么摔的，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啊。那第一，案发现场钓鱼岛附近，这是个什么地方？各位心里都有数吧？这是咱们的核心利益，是咱们海警常态化巡逻的地儿啊。那这架 MQ9是谁操作呢？是这个日本自卫队，他去干嘛呀？说是对海监视啊，其实就是去偷窥咱们海警船或者是军舰的动向。结果呢，任务执行完了，正准备回日本那个基地啊，眼瞅着要到家了，就在这个机场附近，啪叽栽了。日本防务省那个反应迅速啊，简直是求生欲拉满。这飞机刚落地啊，声明就发出来了，
不是人为操作失误，也没看见有人拿导弹打他。那个好像是机械故障，或者是通信断了。日本媒体也是跟着喊哦，对，无明显外部干扰痕迹，他是自己想不开摔的。这第二案发现场，中韩争议海域，那这个地儿水更深哦，这是美军驻韩基地的飞机，这架飞机正飞着呢，突然跟地面失联了。注意哦，这个韩媒用的词很惊悚，叫完全失控，不是说这个信号不好有点卡顿，是直接断线了。操作员在地面狂按键盘，推拉摇杆，屏幕上一片雪花呀，这飞机根本不理你。最后咋办呢？这美军一看，这飞机要是瞎飞，万一飞到了平壤上空，或者是飞到咱们这边的领空，那乐子就大了呀。没办法呀，这个美军一咬牙一跺脚，毁了吧。于是直接远程指令放空燃油，让他自己掉海里去了。这就有意思了。这个韩媒还特意补了一刀，说这绝对不是操作员手滑，是系统彻底疯了。这紧接着呢，驻韩美军也跳出来了，跟日本一个口径，没受到中国电子干扰，真的没有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内部问题，是我们保养不好，是我们零件老化。各位，咱们停下来琢磨琢磨，这美军是傻子吗？显然不是啊。美军爱面子吗？那必须爱啊。那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时间，这么敏感的地点，发生了这么丢人的事儿，他们却拼命的把这个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要知道，那按照美军以往的尿性啊，哪怕是咱们看他一眼，他都要说咱们不专业、不安全。那这回飞机都摔成渣了，他却说跟中国无关。那咱们现在进入推理环节啊，这也正是大家伙最关心的，这个飞机到底是不是被咱们黑下来的？虽然这个美军矢口否认，但咱们得讲科学、讲逻辑啊。首先呢，这两架飞机出事的区域啊，那是啥地方？那是中国电子战力量部署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咱们国家这几年在电磁频谱作战、数据链干扰、通讯压制这些领域啊，那是投了海了去了呀。咱们不搞那种大张旗鼓的侵略，但是咱们讲究一个区域拒止。啥叫电子战？其实说大白话，就是两军打仗还没有见面呢，先把你的眼给蒙上，把你的耳朵给堵上，甚至把你的脑子给搅浑了。那现在的无人机哪怕再先进，它也得靠两条腿走路，一个是 GPS 导航，一个是后方的数据链路控制。哎，你想想，如果在这片海域存在着某种强大的无形的电磁场，那美军的飞机一飞进去，哎，GPS 信号没了，或者是 GPS 信号被篡改了，明明在东边，飞机以为自己在西边，那或者呢，控制信号被切断了，就像你玩王者荣耀突然460延迟，你怎么按技能都没反应。更狠一点直接给你的芯片注入乱码，让你系统崩溃。这次两起事故的特征，通信中断，操控失灵，最后被迫自毁，这太像非动能杀伤，也就是电子干扰的典型症状了。有这个军事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美军的 MQ9啊，以前在中东欺负那些没有防空能力的游击队还行，那个地方啊，电磁环境多干净啊，基本没人干扰。但是到了中国家门口，这个电磁环境复杂的程度啊，那就是地狱级难度啊，各种雷达波啊，各种干扰信号，各种诱骗信号，密密麻麻。MQ9 那点抗干扰能力啊，可能刚一进圈就被庞大的数据流给冲傻了。那这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那既然极有可能是被干扰了，这美军为啥不承认？这就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说如果这个美军承认了，说是中国的电子战太厉害了，把我的飞机给干扰坠毁了，那这意味着什么？第一，意味着美军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高端装备，在中国面前呢就是破铜烂铁，这以后谁还买他的武器啊？印度、卡塔尔那些金主爸爸不得退货呀？这第二，更要命的是，这意味着美军的第一岛链监视网彻底破产，你连侦察机都飞不进去，你还监视个屁呀？还有这第三这会让日本、韩国这些小弟彻底绝望啊！老大都不行了，小弟还怎么混啊？所以呢，美军经过精密的战略计算，得出一个结论：与其承认被中国黑下来了，丢了里子又丢面子，还不如就承认自己技术故障。承认技术故障呢，顶多说明我这批次的零件不行，或者是维护不到位，回去修修还能用。那承认被中国压制那就是战略上的完败啊。所以这波这边叫战术性认怂，战略性保密。这美军这是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还得笑着说，这牙呢是我自己磕掉的，真脆。这两次坠机虽然没有硝烟，没有火光冲天的大爆炸，但是在我看来这比击落两架战斗机的影响还要深远啊。
这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一岛链这块区域啊，已经不是美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后花园了。那过去几十年，美军那是多嚣张啊！侦察机贴着咱们的领海线飞，甚至有时候还搞点擦边球。那个时候咱们技术不行，只能抗议啊，只能半飞，只能忍。但是现在呢，情况变了，咱们不用发导弹，不用派歼20去狗斗，光是这无情的电磁长城就够美军喝一壶的。美军原本的算法是搞无人机蜂群，用的是无人机代替有人飞机，降低风险。但这现实给了他响亮的一耳光，你这网还没治好呢，就被人家悄悄拿剪刀给剪了，而且人家剪的还是神不知鬼不觉，你连喊冤都不敢喊啊！那这背后的博弈呢，已经进入了隐形战场，电磁战、网络战、认知战，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领域啊，才是中美现在真正掰手腕的地方。在这些维度上，咱们中国现在的进步速度啊，那别说美军没有想到，可能连咱们自己有时候都低估了自己啊。这种水土不服，这种一靠近就掉线的现象，以后呢可能会成为常态。美军如果继续头铁，继续把这些还没有适应高强度对抗环境的所谓先进装备啊往咱们家门口拉，那咱们就搬好小板凳，等着看更多的烟花吧。这2架 MQ9 的残骸啊，现在估计啊正在海底喂鱼呢。他们身上带着美军的傲慢，带着第一岛链霸权的迷梦，一起沉下去了。这种主动认错的低姿态啊，其实是美军内心焦虑的最高体现。他们开始怕了呀，开始知道疼了，开始知道这个对手啊不是软柿子了。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那这事儿啊听着解气，但是对于咱们国家的军工科研人员，对于咱们解放军战士来说啊，这背后呢是无数个日夜的攻关，是实打实的硬实力提升。美军想继续在这片海域秀肌肉啊，以后恐怕得先掂量掂量啊，你的肌肉练得再大，能不能扛得住咱们的化骨绵掌，能不能活着回去，那得看咱们心情。这就叫死神本来想索命，奈何出门没看病，刚到门口腿下软，回头硬说是命硬。行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咱们下回再见。